我说山崎，我们从1层爬到3层，又从3层爬回2层，连个人影也没有发现。我可以肯定，那2个人已经跑出去了，绝不会在通风管道中。我看咱们也出去吧，待在管道里透不过气来呀。你以为我愿意待在这儿？如果指挥官是你平野，我马上就出去。问题是，营口长官是个非常严厉的人，他命令我们巡查通风管道，违抗命令是要被惩罚的。可要巡查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？总不能一直待在这儿吧？再转一圈，我们就出去，向营口长官报告。好吧，好吧。走走。山崎，你没死吧？我要是死了，这吊着的是谁啊？从我这儿根本看不清挂的是谁。看到什么了？你看到什么了？这些日本人每人扛着1箱子 TNT， 美军使用的高爆炸药。木箱上是这样写的。坏了，他们用 TNT 干什么？难道想炸船？不对呀，可炸了船，自己也活不了，这说不通啊。这些炸药藏在他们的仓房里，这就说明炸药是他们带上船的。不错，他们为什么要带炸药上船？怪就怪在这儿了，他们要干什么呢？长官，这个人也已经被我们关押在了货仓。你立刻检查仓房中所有背包里的证件，看有没有你不认识的。是。大雄，长官，这个人你见过没有？没有，当时他不在3层的仓房中，也没有被关押在船底的货仓。你能肯定？绝对肯定，被俘的人中没有这个人。也就是说，战斗时他并不在场。应该是的。现在看起来，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。
也就是钱爷所说的那个高个子。行了，先别想这些了，看看蓝图怎么救人要紧。刚刚我仔细看过了，整个轮船分为4个区域，驾驶舱区位于船头部分，其中包括驾驶舱、船长室、船员休息室及警卫室等。从船长室再往前就是驾驶舱了。不错。中央部分是轮船的厨房和餐厅，厨房有4个门，4通8达，可以通往船舱的各个区域。刚才我们就是从这儿出来的。后半部分就是轮船的客舱区，总共有3层，每层走廊的东西两端有2座铁舱门，分别是进口和出口。进口通往餐厅和船头，出口通往船尾甲板。你看这儿，这里是通风管道。从蓝图显示，通风管道把3楼所有的房间都串联在一起，最后通往1层船尾的管道间。没错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从厨房爬到2层客舱的原因。再看看，如果通风管道能够通到船底货舱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利用通风管道先把国军兄弟救出来，自下向上进行反击。长官，长官，长官，我们在2层仓房中找到了川崎及3名手下的尸体。我已经想到了。我们在搜查1层仓房时，还找到了另外1名士兵的尸体，好像是岩佐小队的。看到了吧，这就是我们的对手。即使你睁圆眼睛，全神戒备，他的匕首都会从你绝对想不到的地方刺出来，洞穿你的喉咙。就更不用说你会走神儿，会心不在焉。诸位，我要提醒你们，对付这样的敌人，要打起12万分的精神。一个微小的疏忽，就会要了你们的命，就像川崎。是，我一定会砍下他们的脑袋，剖开他们的腹部，用他们的内脏去喂鲨鱼。我要让他们后悔自己所做的。可是长官，我们根本找不到这2个人，各小队搜遍了轮船的各个角落，也没有发现丝毫踪迹啊！看看这个人，是你在3层船尾甲板见过的那个高手吗？就是这个人。你能肯定？绝对肯定。我虽然没有看清他的脸，但整个人的轮廓是不会错的。通风管道只通到船底货舱的走廊，而且你看，这里有一座大风扇横在中央，根本过不去。这旁边有注解：风扇尺寸2160毫米，用途是为船底货舱区排风换气，24小时转动，每6小时停40秒。风扇高2.16米，是给船底换气用的，24小时运转，每6小时只停40秒。我看这里很难做文章，还是要从上3层的通风管道下手。问题在于，小鬼子已经知道我们利用通风管道，并且派遣了搜索队巡逻。但是你想过没有，营口大队一共只有52个人，包围3层袭击叶琳娜高进的时候，损失一定很大，否则不会派2个小队上来增援。是的，当时我也在场，地上躺着的尸体至少有10几个。就算是10人，52减去10人，还有42人。死在我们俩手里的也有10几个。也就是说，他们只剩下30多人。你看看这蓝图，地下货舱区面积非常大，是上层船舱的5、6倍，而且那里关押着数以千计的国军士兵和旅客，他们最少要用2个小队，也就是20个人负责看守。20几个肯定是要的，否则一旦我们闯入地下，救出1000多国军兄弟，这些小鬼子可就彻底完蛋了。那么，守卫轮船上3层的还有多少日本兵呢？最多15个。他们又会派多少人在通风管道中巡逻呢？很有可能，只有刚刚从我们头顶上爬过那2个。和我的想法完全一致。与高手打交道，能省不少的力气。我突然发现，与你相比，我
还算不上高手。你怎么忽然谦虚起来了？我从不谦虚，更不会奉承别人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做了10年少校，都无法晋升的原因。行了，就别自怨自艾了。我说这些，只想告诉你，我说的是真的。行动吧。那么我们现在该做什么？干掉巡查管道的小鬼子，然后利用四通八达的管道，消灭守卫3层的日本兵，夺回驾驶舱。他虽然很厉害，但是他要保护的人却在我们手上。长官，您的意思是那个老太太和小姐？当然，这2个人是我们手中的王牌。怎么没有声音了？我想他一定在跟小鬼子周旋。先不要急。哎，怎么样？唉，真是流年不利呀！一路上颠沛流离，虎口逃生。本以为上了船就算是到家了，可谁能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，这群鬼子又来作乱。唉，什么程咬金啊？那就是一群脏心烂肺的歹徒。我真不明白蒋总统是怎么想，他竟然会留下一群日本人来打内战。哎呀，林娜，说话注意些，这蒋总统也是能随便批评的。为什么不能批评？总统也是人，又不是神。这是民主国家，人民有发表言论的权利。小鬼子是狼子野心，从来就不讲道义，不管什么时候都是不宣而战。918如此，813如此，卢沟桥如此，珍珠港也是如此。这一点，蒋总统比谁的心里都清楚。抗战结束以后，蒋总统强调我们中华民族应该以德报怨，他放走了100多万日本侵略军，这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。放走当兵的也就罢了，可他呢，竟然将那个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也给保护了起来。冈村大将在华多年，对国内很多大城市的进攻手谕都非常熟悉，总统将他留下是以备咨询。中国人的事情，去问日本人，这不奇怪吗？我听爸爸说，本来美国军事顾问团已经劝阻总统放弃东三省，关闭锦州大门，可总统派何应钦去南京问了那个冈村大将，他的一番话，才令总统下定决心要打东北战役。最后怎么样？一败涂地。美国人训练的5大主力之一，新1军、新6军，全军覆没。哎，时也命也。什么时也命也？那就是无能。哎，林娜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？那云队长、高队副可都是新6军的。哎，别客气，忠言逆耳，良药苦口啊！我这么说话是好听的。中国人打内战要去问侵略者，什么样的政府才能做出这种事儿？如此也就罢了，哎，竟然还要留下几十万的日军去打共产党。不管怎么说，共产党是中国人，用小鬼子去打中国人，情何以堪呢？那些家园被毁，家人死在小鬼子手中的老百姓，如果知道，会作何感想？林娜，你的这种说法有失偏颇。政府留下的日本人大都是些特种部队、技术兵种，比如说汽车机修、坦克装甲部队的装配维护、炮兵部队。那现在劫船的这些日本人怎么说？也是技术兵种？这明明知道小鬼子不讲信义、狼子野心，还要用这些去打仗，害人害己。你说这蒋总统吃错什么药了？怎么就敢用日本鬼子打仗呢？奶奶，咱还是少说这些吧，让外人听见会被说成是共党分子的。哼，命都快保不住了，谁还在意这些？我看小姐说的没错。文朗啊，为人在世，谨慎些是应该的，但也用不着这么小心。郭团长说的没错，眼下连性命能不能保住都是问题，还管他共党不共党？是，奶奶，您说的是。老太太，倒也不用那么悲观。我了解于建明，他绝不会束手就擒的，放心吧。啊，我们能把大家带出被共军重重包围的丰城，就一定能够救大家逃出这里。至少云建明从没有让我失望过。从丰城到阜宁，再到这里，他保护我们穿越了几百公里的共军占领区，最终将我们送上轮船。
所以我相信这一次他仍然会保护我们的安全。高队夫和小姐说得好啊，以云老弟的为人胆识，绝对不会把我们丢在这里不管的。好了，诸位，别再自欺欺人了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云建明再厉害，也不过就是一个人，能怎么样呢？我看大家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。哦，什么办法？愿听冯参议高见。目前我们手中有对方的人质，可以和他们谈一谈，以人质的性命为要挟，来保证我们的安全。冯参议，来了，有什么话请谈吧。诸位，我有话要和你们说。巧了，我也有话要对你们说。动手！你们干什么？都别动！都别过来，否则我宰了他！过来！老太太，退后！动手！放开他们，否则我们就不客气了。杀了我们的人，你们也活不了。冷静，大家冷静，大家都冷静。请问，你是长官吗？是的。我想跟你谈谈。可我对你并不感兴趣。什么意思？看年纪，这位老太太是你的祖母吧？是的，她是我奶奶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叶琳娜。你父亲是军队的长官吧？我父亲是驻守天津的301师师长叶洪开。我说呢。怎么？我父亲对于你们日本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吗？我只想跟你们谈一谈。谈什么？到地方就知道了。我们要去哪儿？船头的驾驶舱。你们放开我奶奶，我就跟你们去。不，我知道这些人都是保护你们祖孙2人的，我说的没错吧？是的。所以我不需要别人，只要你们2个。你究竟想要做什么？你的问题太多了。你奶奶在我的手上，你不随我去，我就杀了她。你的部下也在我们手里。那我们可以试一试，我杀一个，你杀一个，看看最后会怎么样。云建明一定给你们惹了很大的麻烦吧？看起来我说对了。可以这样说，他是一个很难缠的人。刚才上面传来的枪声和爆炸声，你说的很对，他在袭击我们，可我们却找不到他。你们怕他？有点吧。你是谁？我和云建明同是新6军特勤处特训科派出的小分队，他是队长，我是队副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高进。你们想找云建明，我可能比老太太有用一些。这样吧，我和小姐与你们同去，怎么样？我并不想流血，更不希望部下死在这里。其实我只是有些话想问问你们，好吧？你与叶小姐和我同去。不，琳娜，你不能去。我一个老太太，我怕什么？我去。奶奶，您不能去。你放心，我不会有事的，很快就会回来的。奶奶。老太太，你就放心吧。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吗？请吧。琳娜，小心。奶奶，放心，我会回来的。小姐，走吧。走。奶奶，老太太，您听见了吗？云队长果然跟鬼子干起来了。可他们带走了琳娜呀！云队长逞的是匹夫之勇，现在日本人就是要用琳娜做诱饵，找到云建明。万一连累琳娜被害，冯参议倒是没有逞匹夫之勇。刚刚如果你说出自己的身份，55军少将参议，
父亲是天津警备区副司令，我想，日本鬼子带走的肯定是你。哎，那样小姐岂不就安全了？别说你跟小姐还有这层恋爱关系，就是换了我这个不相干的人都会这么做。哼，可惜呀，冯参也不愿成匹夫之勇。温奶奶，您别听郭团长的，我的确没有想到。好了，文朗，不用解释。我都几10岁的人了，还能不明白这些？老太太，您放心啊，找不到云队长，日本人绝对不会对小姐下毒手。干掉2个巡查的，现在管道归咱们了。顺着管道摸回3层仓房，干掉巡查的日本兵，再下2层。你们共产党这套游击战太厉害了，总是从对方意想不到之处出击，弄得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兵。好人也让你们给弄神经了。你没听日本兵说过，皇军大大的来，八路小小的有；皇军小小的来，八路大大的有。抗战结束那阵子，谁把你们这些土八路放眼里了？可这仗打了不到2年，就做倒了行使。先是25军在东北被全歼，紧接着就是整编36师、13军、第7军、孟良部，厄运临到了74军头上，张灵甫死了，74军全军覆没。现在又轮到了新1军和我们新6军，国军的5大主力被你们打掉了3个。你可能还不知道，18军和第5军也被围困在淮海战场，你们国民党的5大主力全部完蛋了。什么？怎么，不相信啊？你很快就会知道。进去。说吧，你要谈什么？我想知道，这个云建明究竟是什么人，还有，他的同伴是谁？你手里不是拿着他的证件吗？那上面写的很清楚。新6军特训科科长，我想知道他是在哪里接受的训练。知道这些对你有意义吗？我只是想了解对手是个什么样的人。你听说过施龙寿部队吗？当然，英国人组建的非正规战部队。云建明是施龙寿部队的成员，接受美英教官的特种战训练。和云建明在一起的又是什么人？哼，这就不好意思了，我不认识，我只知道他是个骗子。骗子？是的，这个你可以问问叶小姐。没错。没有人知道他从哪儿来，叫什么名字。他是个不折不扣的骗子。你们在撒谎，骗子不可能有这样的身手。你觉得为了一个不认识的人撒谎，有这个必要吗？虽然我并不太相信你说的话，但又实在想不出说这样的谎话有什么意义。而且那个人是谁，对我来说也没那么重要。所以，我决定姑且相信你。算你是个聪明人。其实我感兴趣的是，你们与云建明之间的关系。你曾经对我说过，你们是一支小分队，云建明是队长，你是队副。是的。那么你呢？他们与你是什么关系？这一点你不是很清楚吗？那不过是猜测，我想听你亲口说出来。他们是9兵团廖司令官派来保护我和奶奶的。也就是说，你们2位，一个是他的宗主，另一个是同袍，死了哪个他都不好交代。接着包。云
云建明，云建明，不管你在这条船的哪个角落，一定能够听到我的声音。云建明，云建明，云建明。哎，是在叫你。真不明白这名字有什么好，大家都在叫。我是营口大队的长官，营口吉昭少将。不管你在这条船的哪个角落，都应该能听到我的声音。云建明，你给我好好的听着。说实话，我真的很佩服你。当然，还有你的那位同伴。像你们这样的人，我第一次遇到。为了表示尊敬，我请来了2位朋友，让他们转达我的敬意。过去。跟你的朋友说2句吧。云队长，我是伊琳娜，你千万别出来，他们想要杀你。云队长，你千万别出来，你千万别出来呀，云队长，他们想要杀了你。云队长，你别被他们骗了，千万别出来，你千万别出来呀，云队长，你千万别出来。给我闭嘴，不许动！绑起来，去！你们这群畜生，不会有好下场的！带过来！放开我！高队副，轮到你了，和你的同袍说2句吧。我和云建明有杀妻夺子之恨，哼，他是不会为我送命的。算了，不用说了。你不跟我配合，我就打死你！哎，别冲动，别冲动。我说，老虎剑，这小鬼子让我说2句，那我就说2句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们被关押在船底的6号小货舱。说什么？高队副！哎呀！怎么样，云建明，听到了吗？你的宗主、你的同袍都在我手里。如果你不想让他们死，就到1层的厨房来，我可以当面判处。我的时间有限，因此20分钟。20分钟之内如果不到，就会听到一声枪响，看到你同袍高队副的尸体。之后再有10分钟，如果你仍不出现，又会听到一声枪响，就会看到你的宗主叶小姐的尸体。好了，广播结束。也许你没有手表，但不意味着时间停止。记住，20分钟，现在算起。大雄，长官，立刻召集搜查轮船的各小队，全部到厨房集合。是。快！全体到厨房集合！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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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回可是进退两难了。哎，现在的厨房必定是天罗地网，只要你敢冲进去，肯定被打成筛子。可是如果不去呢，高静和叶小姐就会死，接下来送命的很有可能就是叶老太。同袍的性命可以不顾，可叶小姐和叶老太就不一样了。如果他们死了，你的卧底计划就会随之流产。看起来你的任务进行的不顺利，你的上级恐怕要失望了。你最好还是盼着我能够救出他们，否则你的下场并不比他们好多少。哼，至少这种残酷的选择不会落在我头上。你想过没有？如果我死了，你的选择会怎么样？嗯？
去3个人在进口的铁舱门后隐蔽，只要他从舱门进来，立刻开枪射击。是。然而，他们是绝不会从舱门进来的。对于这2个人来说，进来的路只有2条：2层的餐厅或通风管道。一点不错。小岛大众景天桥本，你们埋伏在舷体2侧，只要他从上面下来，立刻发动攻击，击毙他。是。现在就看你们的了。什么意思？他们最有可能发动进攻的地方就是这里，而且他们很有可能使用火攻，就是将手雷急速投放，冲击波和弹片在狭窄的管道中无法释放，因而沿管道前冲，直至遇到出口，便会以石破天惊之势喷射出来。附近的人只要被爆炸的弹片和烈火碰到，转眼就会变成碎片和焦炭。在船长室中，我们就遭遇了这样的袭击，因此我们绝不能重蹈覆辙。所以我决定将你们2位放在通风管道下面。只要他们使用这种办法进攻，你们2位便是牺牲者。你卑鄙无耻！谈不上，对付他们这种人，我总得要找个护身符。动手！是。开吧。放开我们！我有事的。没事，走。放开！放开我们！干什么？来，人都放开！你们2个躲在他们身后，只要他们在管道内出现，就立刻开枪击毙。是。其余的人在橱柜和蒸箱后隐蔽，只要云剑明踏入伏击圈，立刻乱枪击毙。是。小鬼子，别做梦，他不会上当的。是吗？那就走着瞧吧。你好像一点都不着急啊。我很好奇，你究竟在看什么？你在看1层后半部分的结构图。你好像很吃惊啊。我还以为你在筹划怎么攻进厨房呢。你刚才不是说过，现在的厨房肯定是天罗地网，我贸然进去还能活命吗？可是如果你不去，他们就会杀了叶琳娜和高进。如果真是这样，就只能怨他们自己命苦了。你真的不在乎？如果他们杀了叶琳娜，你的任务……我死了，不但任务失败，叶琳娜、高进以及全船的乘客都得死。你是说，日本人会把船上所有的人都杀了？基于我对日本人的了解，他们一定会这么做。可他们的目的是劫船回家，为什么要把全船的人都杀了？他们公然劫持客轮，杀害羁押乘客，就是到了日本，能够逃脱制裁吗？你的意思是说，小鬼子要杀人灭口？亏你跟鬼子打了那么多年仗。我想，应该不至于吧。南京大屠杀怎么样？你能想象得到吗？可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，日本人真的做出来了。我虽然不相信日本人会杀了全船乘客，但也无法反驳你的推测。你最好相信我，否则一定会后悔。那你看1层后半部分的结构图又有什么用呢？能救得了叶琳娜和你的部下？看图当然不能。那你看什么？解闷吗？你觉得我像是在解闷吗？我在找1层的配电房。配电房？
断电进攻。你不会指望我在灯火通明之下冲进厨房救人吧？说实话，你现在做什么，我都不觉得奇怪。在这儿。过了这么久了，怎么还没动静？云建明不是傻瓜，绝不会轻易上当。他一定会在周围侦查过后才肯进来。啊，长官，怎么了？如果你是云建明，想要进攻厨房救出童万，第一件事要做的是什么？断电灭灯，一点不错。我断定云建明一定会到配电房拉闸断电。田野，长官，你立刻带5个人赶到配电房，埋伏在那里等着他。是，摄影小组跟我来。是。他们还没到，立刻隐蔽。